凌晨4點那場英格蘭打加納踢完了，比分0-0。你要是沒熬夜，光看这俩字儿，根本想象不出这90分鐘有多拧巴。一边是身價加起来10幾個億的英格蘭，整個上半场控球率快到80%，球跟長在自己腳上似的。另一邊是世界排名70多位的加納，全队就縮在自己半場堆人牆，結果英格蘭上半场連一脚正经的射门都沒打出來。到第87分鐘，队長凱恩面對一個大空門，硬是把球給踢上了天。前2天預熱的時候，我老馬還看好英格蘭能拿下加納，結果倆隊悶了個0-0。行吧，足球這東西就是這樣，越是紙面上該贏的球，越容易被人摁在地上。可這場0-0悶歸悶，他把第一次看球的人最該搞懂的好幾件事兒，一口氣兒全給演出來。今儿这一期，我就拿這場球給你掰個揉碎講透。一支夺冠級別的豪門到底是怎麼被一支非洲隊憋得連球門都摸不着的？要講明白這場球，得先認識一個人，加納的主帥卡洛斯·奎羅斯。這老爺子可不是一般人，葡萄牙人，今年73歲了。年輕時候他在福格森當過曼聯的助理教練，後來自己單獨帶過皇家馬德里，再後來帶伊朗、帶哥倫比亞、帶埃及，滿世界執教。這回又接了加納。今年這屆世界杯是他個人執教的第5屆世界杯，足球史上能連着5屆世界杯都站在場邊的主帥，算上他總共就俩人。另一個是中國球迷特別熟的那位米盧蒂諾維奇，當年帶着咱們國足头一回，也是迄今唯一一回打进世界杯的，就是他老人家。你就知道奎罗斯这個段位是個啥分量了。光是首戰贏巴拿馬那一場，他順手刷了個記錄，73歲成了世界杯歷史上年紀最大的贏過球的主帥。就這麼一個老江湖，賽前放了句特別狂的話，他說我們知道英格蘭是怎麼踢球的，我們也知道該怎麼去控制他們。他甚至說打英格蘭这場是整個小組裡最好踢的一场，因為對手名氣越大，他的球員就越有劲頭。這話搁在賽前，多少人當笑話聽。你加納世界排名70多，跟英格蘭這種奪冠熱門叫板還要控制人家，可90分鐘踢完0-0，老爺子賽前那句話一個字都沒落落空，他是真就把英格蘭給死死的控制住了。所以這場球最值得咱琢磨的就是他到底使了一套啥招，能讓一群世界级球星集體沒了脾氣。咱先把背景交代清楚，你才知道加納這一分到底有多金貴。這俩队首戰可都是贏了的，英格蘭那邊開門紅，4-2逆轉拿下了上屆世界杯的苦主克羅地亞，隊長凱恩一個人就梅開2度，貝林厄姆、拉什福德也都有进球，踢得又猛又順。賽後外界一片叫好，加納這邊更帶勁，首戰跟巴拿馬磨到第90多分鐘，硬是靠一腳補時絕殺，1-0偷下了3分。所以到了这第2場，俩隊都揣着3分，誰贏了誰就基本鎖定小組頭名，提前出線。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強強對話。英格蘭是憋着勁兒要贏的那一方，加納呢心裡門清，我只要不輸就是賺。2種心態直接決定了這場球的下法。那加納到底怎麼踢的？就4個字：擺大巴。這是看球最該懂的一個詞，我給你講明白。你想啊，加納實力擺在那兒，真要跟英格蘭你來我往對攻，那是拿雞蛋碰石頭，沒幾個回合就得被打穿。所以奎罗斯壓根就不跟你玩对攻，他讓全隊整體往後撤，退到自家球門前頭那30米，10個人除了門將密密麻麻收成2條線，跟砌牆一樣，把禁區前面那塊最危險的地方堵得嚴嚴實實。這在足球裡有個正經名詞叫低位防守，球迷嘴裡更形象，管它叫擺大巴，意思就是把一輛大客車橫在球门口，你英格蘭想進球，先过我這堵人牆再說。這一招專治英格蘭這種豪門。為啥？因為豪門的球星最擅長的是在空當裡發揮，給我一點空間，我一個直塞，一次加速，一腳冷不丁的遠射就能要你的命。可你要是把空间全给我封死了，再大的球星也施展不開。
加納就是算準了這一點，我不跟你搶球，球你盡管控，你愛傳多少傳多少，我就是不讓你往禁區裡鑽。等你大舉壓上來，後面露出空檔，我再瞅準機會，一個長傳打反擊，反手捅你一刀。這套打法看着難看不解气，可它實在管用。世界杯幾十年歷史上，多少大热门就是栽在這種鐵桶陣的腳下。那實際踢成啥樣了呢？上半場英格蘭把這個控球玩到了極致，控球率將近80%，啥概念？10分鐘裡頭有8分鐘球都在英格兰人腳下，光是開場得35分鐘，英格蘭的傳球數就比加納多了將近190腳，數据單子拉出来那叫一個賞心悅目。可你再看另一個數，當時就傻眼了。上半場英格蘭的射正正是0，一腳都沒有。我得給第一次看球的你解釋一下射正這個詞。所謂射正，就是你這一腳射門，要是沒人擋着，是奔着球門框裡去的，能逼着對方門將做出撲救的。射偏了被人擋下了都不算。一支夺冠热门半场8成控球，結果射正掛0，這是本屆世界杯到那會兒為止頭一支上半場0射正的球队。英格蘭唯一一次像樣的機會是中场賴斯，可惜沒把握住，打高了。憋到啥程度呢？比賽中间有個補水暫停，英格蘭球迷在看台上直接把這個暫停給噓了，嫌他打斷節奏磨嘰。你就知道看台上那幫人心裡有多堵得慌。講到這兒，得給你單拎出來一個特別重要又特別反直覺的道理。控球率是足球場上最會騙人的一個數據。很多剛開始看球的朋友有個本能的想法，誰控球多，誰不就壓着打，誰不就贏面大嗎？這場球就是一記響亮的耳光，球在你腳下不等於威脅在人家門上。你在人家半場的外圍橫着倒回着倒，倒得再花哨，傳得再多，只要捅不進那道人牆，對人家的球門就一點威脅都沒有。這種控球行話叫無效控球，看着熱鬧，實際上空有其表。英格蘭這8成的控球，絕大部分就是這種在加納鐵桶陣外面繞圈圈的無效控球。所以以後你再看球，別一看見某某隊控球70%，就覺得這隊穩了。你得多問自己一句，他這球控的有用嗎？有沒有射正？有沒有真往人家门裡招呼？很多時候一支摆大巴的弱队，全场控球可能就2-3成，可人家逮着一次反擊，一腳就進了。那支控球7-8成的豪門，折騰一整晚，最後顆粒無收。足球最迷人也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兒，他不獎勵你控了多少球，他只認你進沒進。那你可能要問了，對面擺一輛大巴，這球就真沒法踢了嗎？也不是，破鐵桶陣，足球裡翻來覆去就那麼幾招。我給你數一數，你下回看球自己對着場上找，特別有意思。第一招，拉到邊路起高球，找中鋒的腦袋。你中間堆人是吧？那我就從兩邊底線把球高高的吊到門前，讓大高個去頂。加納全队往裡一收，邊路反倒空出來了。第二招，給身後球餵速度，趁對方防線還沒完全站穩，一腳直塞，把球捅到他們防線身後，讓快馬去追。這比跟你在禁區前面幹磨叽強多了。第三招，外圍遠射，你禁區裡站滿了人，那我乾脆在20多米開外，冷不丁起腳抽一記，逼着你門將去撲，逼着你的人出來封堵，這陣型不就亂了嗎？第四招，定位球、角球、任意球，是撬開鐵桶陣最好使的一把鑰匙。因為不管你平時擺多少人，定位球一來，大家都得在禁區裡搶那個落點，個人能力和身高立馬就頂出来了。還有最後一招，說穿了就俩字兒，耐心。你擺大巴，體能消耗其實比我還大，我穩住，別浮躁，傳導着耗。等你跑不動了，注意力一鬆，那個空當自然就露出來了。英格蘭今晚的毛病就出在這兒，這幾招他要麼沒怎麼使，要麼使了沒使到點子上，光知道急赤白臉的往中間硬凿，結果正好一頭撞在加納最後的那堵牆上。到了下半场英格蘭也知道這麼幹不行，開始往裡鑿，场面比上半场急了不少。56分鐘，邊鋒戈登
總算打出了全队的第一脚射正，可惜軟綿綿的直奔加纳门将阿萨雷怀里，人家稳穩一搂，没事儿。真正让所有英格蘭球迷一晚上睡不着觉的是第87分钟那一下，一次进攻，英格蘭把球掉进禁区，小将奥莱利高高跃起一记头球，咣的一声砸在横梁上又弹了回来，就差那麼几厘米。可球弹回来的位置正好落在门前，这会儿加纳门将早扑了出去，人不在门里了，大空門，队長凯恩就站在那兒，幾乎是对着一個空門補射，球飛了，直接踢上了天。你得知道凱恩是誰，他是當今世界最頂級的中鋒之一，首战刚刚梅開二度，追平了英格蘭的队史进球纪錄。这種球员10000次裡有9900次都能把球轻轻给推进空门，可偏偏就是这一回，在这種要命的时刻，他给踢飞了。英国媒体赛後毫不留情說，凱恩这场就踢砸了，全毀在这一個空門上。那一脚踢飞，半個英格蘭的心都跟着涼了。這就是足球，再大的球星也有把你氣到想捶牆的時候。可這場球還有一個更要命的細節，藏在比賽快結束的時候，英格蘭其實差一點就輸了。中場前，加納換上來的一個小將叫普林斯阿杜，一腳球插到了英格蘭防線的身後，眼看就要形成單刀，英格蘭後衛孔薩一個收不住的滑鏟，從後面把他給放倒了。慢鏡頭一回放，好家伙，那個接觸相當明顯，隔很多場比賽，這就是一個10拿9穩的點球。可當時場上的主裁判沒給，更讓人想不通的是，場外的 VAR 看了半天也沒給。我順嘴給第一次看球的你說一下這個 VAR 是個啥？它是這些年才全面鋪開的一項技術，在場外架一堆攝像機，配一個回放團隊，專門複核進球、點球、紅牌這些個關鍵判罰，理論上是為了減少誤判。可你看，技術歸技術，像這種禁區裡的身體接觸，到底算不算犯規？那個鏟球夠不夠分量？裡頭有大量主觀的判斷，爭議照樣少不了。這個球啊，賽後在網上直接吵翻了天，一水的加納球迷還有不少中立球迷都在喊，這明明就是點球，憑啥不給？說白了，這場0-0，加納不光穩穩守住了，還差一點就把3分給偷走了。運氣這回是站在英格蘭那一邊的，一場球踢的都到底行不行？看完過程再瞅一眼賽後的球員評分，門道就更清楚了。這場英格蘭評分最高的是誰？你可能想不到，不是凱恩，也不是貝林厄姆，是一個叫格伊的中後衛，8分多，全場最佳。一個後衛在一場0-0裡頭拿了全隊最高分，這件事本身就說明這場英格蘭是靠着後防線在穩住陣腳，真正該站出來解決問題的那幫進攻球星集體熄了火。你再看那幾個大牌的分，中場核心貝林厄姆首戰才剛剛進了球，風光無兩，這場踢得平平無奇，拿了全隊最低的那一檔，6分出頭，中途就被換下了場。隊長凱恩6分多，被那個踢飛的空門死死拖住。邊鋒戈登也是掙扎了一晚上。英國那家著名的足球媒体給英格蘭打分，標題寫的毫不留情，一群糟糕透頂的30軍團踢出了一場無聊的平局。你把這些分串起來看，一幅畫面就出來了。英格蘭不是某一個人狀態差，是整條進攻線從中場到鋒線集體被加納的鐵桶陣給摁死了，誰都沒轍。這場球踢完，英格蘭國內從名嘴到球迷算是炸開了鍋，吵的幾個點特別值得你聽聽，因為這裡頭全是看球的門道。頭一個是衝着主帥圖赫爾去的。圖赫爾是德國人，今年剛接手英格蘭。他上任之後，外界最誇他的一點就是比上一任主帥更敢於進攻，踢得更主動，更有觀賞性。首戰4-2那一場就是最好的廣告。可這場0-0等於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再敢攻的教練碰上鐵了心擺大巴的對手，你也得真有辦法把他撬開才行。人家批評他說，這場英格蘭缺了那股的撕開防線的狠勁兒和速度，換人也不夠果斷，
不夠早。這2天英國媒體上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就是現實檢驗，風光了一場，现實就來敲門了。其實這背後戳的是英格蘭這些年一個更深的痛處，滿世界都是大牌球星，可一到硬仗，一碰上鐵桶陣，就總差那麼一口氣儿，把對手給凿穿。最近2届歐洲杯，他們连着打进決賽，又连着輸掉，輸的恰恰都是這种撕不開又頂不住的關鍵時刻。今晚這场0-0，等於又把這塊老傷疤輕輕給揭了一下。第二個炒的點是個老話題，叫英格蘭的大賽第2場魔咒。懂球的都門清，英格蘭這支隊有個怪毛病，大賽的第2場小組賽特別容易掉鏈子，這都連着第4屆大賽了。前幾年的歐洲杯第2場悶平蘇格蘭，上一屆世界杯第2場0-0平美國，再上一屆歐洲杯第2场又被丹麥給拖住，回都是第1場打得熱熱鬧鬧，第2場準給你來個不疼不癢磨磨唧唧的平局。今晚這場0-0簡直就是把這個老劇本原封不動又演了一遍。所以你看啊，有些球队的毛病是刻在骨子裡的，球看多了，這種規律你自己慢慢就能咂摸出味兒。那這一场0-0对俩队往後到底意味着啥？先說英格蘭，別看踢得難看，英格蘭2戰1勝1平，拿了4分，出現的大方向其實還穩穩攥在自己手裡，只是想拿小組頭名，想在後面的淘汰賽裡抽個好簽，就得看最後一場对巴拿馬能不能踢出個樣來。這場0-0丟的不是出線的命，丟的是面子，是那股子氣勢。再說加納這1分可太金貴了。開頭我說了，這是奎羅斯老爺子賽前放了狠話之後實打實給兌現回來的1分。這支黑色之星是非洲一支特別有血性的隊，旅歐的球員一大把，身體硬，对抗凶，最不怵的就是跟豪门拼意志，拼肉搏。而且你別以為加納就是一味的龜縮挨着打，他們手裡始終攥着反擊這把刀。前面說那個差點判點球的機會，就是加納一腳球捅到英格蘭防線身後，險些單刀得手給弄出來的。一支隊既能守得住，又能冷不丁在你身上咬一口，這才叫最難纏。這場球從門將阿薩雷幾次穩穩的出擊，到整條後防線90分鐘玩了命的封堵，死保住這個零封，再到奎羅斯穩坐釣魚台的臨場調度，加納上上下下把那套專門惡心豪門的打法執行的一絲不苟，能在英格蘭這種奪冠級別的隊身上全身而退，還守住零封，還差點偷走3分。对加納來說，這1分拿的有裡有面，出線的形勢一下就大好了。所以這場球你別光盯着英格蘭多窩囊，你也得看見加納有多頑強。一場0-0裡頭，一邊的失意恰恰就是另一邊的精彩。當然這場磕磕绊絆放回英格蘭這支队的大背景裡看，味兒是有點冲的。英格蘭自打1966年本土那一座世界杯之後，快60年了，海外大赛年年差一口氣儿。圓夢這俩字兒，他們念叨了一代又一代人。這一屆本來又被寄予厚望，結果小組賽第2場就先被一支非洲隊結結實實上了一課。強隊真正的成色從來不看你能贏多少軟柿子，得看你被人擺了鐵桶陣，被逼到牆角的時候，能不能咬着牙凿進那一個球。這道題今晚英格蘭沒答上來，圖赫爾接下來最該補的也正是這一課。當然路還長，這一屆英格蘭到底能走多遠，咱接着往下看。行，英格蘭对加納這場0-0就給你復盤到這兒，最後撂倆問題給你。頭一個，你覺得英格蘭這種被人摆大巴就發蔫，大賽第2場就掉鏈子的老毛病，這一屆图赫爾到底能不能給治好？第二個，加納被奎羅斯這個葡萄牙老帥調教的這麼有章法，你覺得他們最後能不能爆個冷，從這個組裡鑽出去走得更遠？評論區都來嘮嘮，敢預測的才是真球迷。對了，想搞明白英格蘭這個圓夢背後到底背着多沉的包袱，可以去翻我那期英格蘭能不能圓夢，那幾天我也聊過這幾支隊各自的看點，感興趣的一併補上。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下一場接着唠。